在闪，哇，怎么这么亮？哦，我爱上我自己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没忍住。然而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要养你。不可能，想都别想。现在呢？好的，我现在是你养的人了。开什么玩笑？慢一秒都是对钱的不尊重。给你。虽然诡异，但看在钱的份上，我忍了。这龙倒是挺会养人。唉，他每天都强制我爬到他身上玩滑滑梯。那很奇怪，一对上他那充满期待的眼神，再看看旁边被我用掉的一小堆精灵，我心虚了。玩就玩吧。2天后，我实在受不了他那副溺爱娇宠的眼神了。你能不能正常点？你是养人，不是养宠物。你再打一下，正正的再打我一下。龙的尾巴立刻不满地耷拉在地上，我瞪大了眼，我瞬间好像明白了什么。犹豫片刻，我轻轻落下一个巴掌，轻得像抚摸。啊！搞了半天，他扭扭捏捏，强迫我玩滑滑梯，竟然只是为了惹我生气。唉，我好想给他一巴掌。下一秒，我猛地收回了手。我是在出任务的路上捡到这条龙的。当时我正赶着下山，准备去剑宗参加50年一次的比试大会，凑个人数。结果计划全被这条龙打乱了。我检查了一遍，它身上没外伤，但就是病恹恹的，半死不活。你想死？差不多吧，微死40%。我是御兽宗的弟子，主修兽医，兼修美甲。见到动物没精神，职业病就犯了。我把手搭在他头上探了探，身体很健康，就是心里有病。死之前能不能跟我一段时间？我想等你死后要你几片鳞，骗他的。我惦记的是他全身的鳞片。龙嗯了一声，似乎在思考，结果下一秒他就把自己变得只有2指大小，方便我携带。算你有眼光，不过我的鳞片已经不好看了。我把它往手腕上一缠，它软趴趴的尾巴搭着，有点痒。我顺手就给它尾巴尖编了个小辫。没关系，死前我帮你盘得油光铮亮，让你走得体面点儿。你这鳞片多久没打理了？也太糙了吧！就这么一句算不上责骂的话，龙崩溃了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没人帮我打理鳞片，族里的龙都有小人儿养，我是条没人要的野龙。还真没见过这么委屈的龙，居然能哭晕，这黑龙也太离谱了吧！身为御兽宗弟子，我最见不得脏兮兮的手，职业病犯了。我从节子袋里掏出全套工具，找了个水源，给他来了个全身美容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说呢？摸了我全身还看光了！的，不会说话就闭嘴。什么叫摸了看光了？我是在帮你清洁。御兽宗会给捡到的动物免费做一次美容，这是在兽界都传开了。我不信他不知道。每天故意倒在御兽宗下山必经之路的动物数不胜数。松手！我只是路过摔了个跟头而已。你不会真不是想让我们免费帮你清洁吧？而是想碰瓷？那又怎样？我就是赖上你了。行，居然被一条龙给饿了。我扭头就跑，结果没跑成，被它一尾巴卷了回来。我奋力挣扎，却纹丝不动。自从脊骨被抽掉一块后，我的力气连挣扎都显得可笑。没办法，只能做点无用的事发泄情绪了。于是我掏出工具，低头给那只禁锢着我的龙爪做上了美甲。片刻后，它不可思议地瞪大眼，看看被做了黑色猫眼的爪子，再看看准备跑路的我，然后果断地把我叼回了它的洞穴。它的心病就这么好了。它用爪子戳戳我，惊喜地转了个圈，然后提出了要养我的建议。我答应了，因为这里有堆积如山的精灵。我停在金丹期很久了，也许能趁这个机会突破，到时候就能多几分把仇人摁死的胜算。可短短2天，我就受够了这条神经质的龙。白天搓鳞片，晚上忍受它痴汉般的吸人，半刻钟不理它，它就开始嚎。然而你怎么不理我？理我呀！我决定了，今晚就离家出走。结果我睡过了头，一睁眼，龙给我叼来一套五光十色的鲛人纱，说要带我去见他的朋友。待会儿别人问你是谁家的人，你就说是上府演的，知道了吗？你住嘴！怎么了？我有做好口中清洁的。他似乎不明白，昨晚还让蹭脸的人，今天怎么就不让靠近了？人行不行？太奇怪了，之前让他蹭，是我压根没把他当人。好吧。龙的小聚会气氛很好，商福院带着我，艾哥跟他的同族打招呼，炫耀的像只开屏的孔雀。看见没？我身上的鳞片是我媳妇儿帮我洗的。
我脸上的印子是媳妇儿打的，她超爱我。可惜我还没学兽语，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如果我听得懂，就会知道商福燕是因为在刚成年的年纪就讨到了媳妇儿，成了同辈里第一个脱单的龙，所以才这么骄傲。聚会结束时，龙的长辈们纷纷给我塞红包，看我的眼神慈爱的不行，我理智上觉得不对劲，可手却不受控制的全收下了。回到龙穴，我问商福燕，为什么那些年长的龙都送我东西？这是龙族的传统，每条龙讨到媳妇儿了都会给他。你说什么？长辈给你的礼物呀？我不是你养的人吗？怎么变成你媳妇儿了？抱歉，真不知道龙族求偶是这种方式。可你是御兽宗的弟子，怎么会不知道？你要是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我读书少，真不知道。我才入门20年，修的是兽医，藏书馆都没去过几次。在此之前，我是个剑修，每天睁眼就是出任务挣钱，哪有时间了解这些？既然是误会，那你走吧。说让你走，你怎么还跑起来了？你肯定是舍不得我。他又在胡说八道，四腿，快跑啊！我就知道会这样。不许走，别走！我不想变成没人要的野龙。我到底还是没走成。商福燕也很快就摸清了我身体的状况，脊骨裂纹密布，经脉脆弱不堪，随时都有崩塌的风险。他不动声色，每天凑上来吸人的同时，偷偷用龙息一点点运养我的身体。一夜醒来，我感觉周身舒畅，就知道是他做了什么。一探查，发现脆弱的经脉和碎裂的脊骨竟然在慢慢愈合，我差点哭了。我费尽心思找了100年法子，竟抵不过他几夜的龙息运养。早知如此，我之前走的弯路算什么？我可以帮你找回被抽走的脊骨，也能提供灵气和丹药，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以伴侣的身份待在你身边。虽然知道他不怀好意，但我克制的心动了。我实在是太累了。一代天骄剑修跌落谷底，修为被废，半边剑被强行抽走。我花了整整100年才重塑经脉，成了御兽宗一名普通弟子，能活下来已经是命大了。我花了4天3夜，在他身上讨了不少龙息。商福燕本来还能克制，后来被我半强制的摁着头，眼神阴切的要求：一定要使劲吸啊！还有一个方法能迅速修复你的骨头。你说龙涎。龙涎，你说什么？蓝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！脚现在不能摸，但其他地方可以。你最好老实点。商福燕就这么唇贴着唇，持续了4天3夜，我的脊骨终于有了长好的迹象。在天灵地宝和龙息的酝养下，我成功再结金丹。我要出去。留在这里不好吗？留个屁！100年前抽我骨夺我剑的贱人还活得好好的，我不出去怎么弄死他？再说一遍，我要出去。好啊。我睨了他一眼，呵，男人，我就知道他肯定就好这口。商福燕因为我这个不屑的眼神，整个人兴奋的微微颤抖。太好了，是看狗一样的眼神，他有救了。出去后，我火急火燎的赶到雇主家，给他的爱宠小香猪来了个全身 SPA。因为迟到了，本来要扣零食，但雇主是个人美心善的公主，没计较，就是有点眼瞎。他牵着的男人，我熟悉的很，就是那个把我害惨了的贱人方静。我戴着面纱，不动声色的离开，随便找了个茶馆坐下。结果说书人讲的正是方静的传奇故事，一个凡人如何因爱生恨，单挑剑宗大师解忘春，一剑封神，揭露其薄情寡义的真面目。我听得火冒三丈，当场捏碎了3个茶杯。他娘的狗屁！我拜入剑宗前，确实和方静有过娃娃亲，但那只是长辈的口头戏言。知道我要去修仙后，2家就坐下来和平解除了。方静当时也在场，亲口同意的。修剑天赋极高，短短几十载便名声鹊起。结果在一次剑宗比试中，方静突然出现了，他指着我，当众控诉我未修道抛弃婚约，还多次试图将他全家灭口。我简直想笑，我要杀一个凡人，还需要多次尝试。我站在台上，正想施法让他闭嘴，却突然被一股力量禁锢，动弹不得，也说不出话。台下讨伐声四起，方静拔起旁边剑修的剑，跳上擂台，剑尖直指我。忘春，与我决战！我若赢了，你自废修为。那股力量强得离谱，我不光自己成了提线木偶，周围所有人都像被抽走了魂，连台上的长老们也不例外。台下的人都在为他欢呼。我的本命剑由脊骨铸成，这个秘密除了已经仙师的师傅，
我谁都没告诉你。你这种人，本该就这么没有尊严的死去。可不知为何，我的心会疼得厉害。小师弟，不枉我平日疼你。这个人绝不是方静，他身上那股诡异的力量，能影响所有人的心智。从那天起，剑宗大师节节望春就死了。你的心很乱。废话，换你看见仇人过得比你好，你不恨？别不开心，我给你精灵，尾巴也给你捏，别再捏杯子了，上手。龙这种真挚又直白的示好，惊得我心跳漏了半拍。我下意识地揉了揉它尾巴尖上细腻的鳞片，手感有点奇怪，坚硬的鳞片下是微软有力的肌肉。在你们龙族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特殊意义，就是一种安慰方式。我手下又是顺着鳞片重重撸了一把，下一秒，他直接迷离的一头栽到我身上。心情又好一点。他眼神幽怨，抖着声问：“这条龙尾巴是示弱，而且是只有在床上才用的那种安慰方式。”心情有好一点吗？好多了。当晚，商福燕趁我熟睡后溜了出去，直到凌晨才带着一身寒气和微弱的血腥味回来。失败了吧？龙紧贴着我，闷闷地嗯了一声。我安慰道：“没关系，他不好杀。我第一次尝试时还断了一条腿呢，但这一次他必死无疑。”剑宗比试大会，我毫无意外地抽中了方静。这次我倒是看见了他身上飘着的一排牌子：屌丝难逆袭成剑宗天才，这才是大男人该看的。再收一个美女就凑齐后宫3000。我不打女人。弟子王春，特来请教。是你。金丹对元婴，我是必败的局。可惜我走的是野路子，自创第一式狼的诱惑。我才入门20年，御兽太难，只能御虫。虫也算动物，没毛病。铺天盖地的蟑螂以擂台为中心迅速扩散，只要我不直接伤他性命，那股力量就奈何不了我。台下众人齐刷刷后退一步，只有商福燕在下面给我丢手绢，忧心忡忡的喊：“擦手，别忘了擦手啊！”还是他懂我，我要杀了你！方静目眦欲裂，他这副模样吓得我一边靠护盾，一边疯狂召唤，鼠妇尖叫，油盐之吻，无公不母，理智没了的人是很可怕。方静红着眼朝我冲来，却没注意脚下成百上千的虫群，他脚滑了，恰好摔在我递过去的一把朝上的刀尖上，一刀穿心。我过去，好心的把刀给他拔了出来，他没站稳，又直挺挺的朝我倒来，恰好我刀还没收呢，就这么又戳穿了他的右胸膛。这下心肠偏了也活不成了。脚是他自己划的，我只是恰好的落把刀，可不算我杀他。片刻后，一个小光球从他身上冒出来想跑，天上却乌云密布，降下水孔粗的闪电，把光球连带方静的尸体劈了整整81刀，最后连灰都不剩，可见被蒙蔽的天道有多愤怒。所有人都清醒了过来，有人掩面而泣，有人惊慌失措。我缓缓走下台，内心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这场闹剧源于一个意识男人妄想开后宫的白痴梦，而我本不必承受这一切，就算骨头接回去了，也再也无法遇见孔明了。给我个拥抱吧，我真的好累。看在我这么累的份上，能让我来点龙息吗？我整条龙都是你的，你想坐哪儿都行。你心跳的好乱。那是你的。我的心乱了。我干回了老本行，依旧是个兽医，不同的是我成了名人，每天都有人借着给宠物美容的名头来看我，跟看猴似的。师姐快回来，大长老开始卖票了，普通座30零食，前排300，最佳位置3万，记得穿好看点，他们都带了留影石。我遇着龙风风光光的回了宗门，就是体验感不太好，磨得我大腿根生疼。回去后，商福言用龙线帮我疗伤，完事后，他默默抱着自己如诗的尾巴尖，把自己泡在寒潭里，只露出个头，眼神幽怨地看着我。龙会口是心非，说不要就是要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